关键领导人接连身亡，伊朗还有未来吗？3月18日，伊朗官方正式证实，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在美以对德黑兰的空袭中丧生，连同他一起身亡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副手。从2月28日到现在，短短10几天里，从哈梅内伊到拉里贾尼，伊朗核心层已经接连折损多人。伊朗一边组织反击，另一边还得想办法维持国家运转，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伊朗的防护网难道是筛子吗？这个政权还有未来吗？要说起来，这位拉里贾尼，他的身份可不简单。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履历。早在2·1战争期间，拉里贾尼就加入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一路干到了准将。后来从战场转向官僚体系，他先是掌管国家广播电视台将近10年。别小看这个位置，在这里他直接和情报部门以及革命卫队深度绑定，专门负责塑造舆论，巩固意识形态。2005年，他参与总统选举，败选后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此期间，伊朗选择让他担任首席和谈判代表。到2008年，拉里贾尼走马上任，担任伊朗议会的议长，这一当就是12年，直到2020年才卸任。在此期间，拉里贾尼主导了2015年伊核协议的达成。卸任以后，他也没闲着，伊朗最高领袖高级顾问成了他的新头衔，他多次以这个身份出席各种活动。到了2025年8月，他再次回到熟悉的位置上，重新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哈梅内伊身亡后，这位老资历接过了国家大权。根据以色列时报3月17日的报道，拉里贾尼就是哈梅内伊生前指定的顾命大臣。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在伊朗政权最脆弱的时候，伊朗最需要的不是什么强硬的领袖，而是一个协调能力最强的人。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拉里贾尼就是伊朗事实上的领导人。穆杰塔巴虽然是名义上的1号位，但真正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协调革命卫队行动，甚至掌握着导弹部队调动权限的，其实是这位安全委员会秘书。所以这也能够解释近日的一个疑问：穆杰塔巴在继任之后，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为什么伊朗这台国家机器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答案显而易见，因为穆杰塔巴背后还有真正的掌舵人拉里贾尼。我们单看拉里贾尼的履历就知道，这个老头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官，既有刑务经验，又在政坛上如鱼得水。除了总统选举失利之外，拉里贾尼几乎就没离开过伊朗的核心领导层。这样一个人物骤然身亡，对于伊朗政坛来说可谓是巨大的损失。所以到了3月18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高举起了复仇大旗，声称必将严惩凶手。复仇没问题，但或许佩泽西奇扬应该转头看看身后了。对于伊朗来说，更棘手的麻烦还在后面。如果拉里贾尼只是一个普通的高层领导，或许他的身亡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或许真的可以如伊朗官方所言，他们有完善的替代机制，每个关键职位都预定了好几个备胎。拉里贾尼没了，其他人可以立即顶上。但问题恰恰在于，拉里贾尼实在太特殊了。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作为桥梁，在内连接着伊朗军事与文职2大体系，在外连接着伊朗与国际社会。这种镇场子级别的人物，是随便找一个备胎就能顶上的吗？先说伊朗内部，伊朗现在的政治体系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有强硬派，也有务实派，有负责对外打仗的革命卫队，也有负责对内治理的文治政府。这2股力量平时就有摩擦，战时更是容易产生分歧。拉里贾尼的作用就是在强硬派要掀桌子的时候按住他们，在务实派想妥协的时候拉他们一把。他是那个能让2派坐下来，能把各方利益摆平的人。所以只有他能在哈梅内伊亡故后，将全国军事力量与文治政府、强硬派与务实派拧成一股绳。但他这一走，留给伊朗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2股力量彻底断裂，还有谁能来做这个缓冲？虽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还在解释说伊朗政治基础十分稳固，拉里贾尼的身亡不会对伊朗领导层造成致命打击，但是他需要出面解释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问题了。一旦失去这样的缓冲，伊朗政府的结局显而易见。拉里贾尼的死一定会改变伊朗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平衡，强硬势力会进一步巩固权力，在外交安全事务上更占主导地位。原本随着战争推进被复仇的怒火裹挟着，伊朗国内就是强硬派占上风，现在能按着他们的务实派大佬也在空袭中身亡。可以预见，伊朗的国家大权将进一步落入军事精英的手中。这群人脑子里除了继续打下去，把战争扩大化，还能有什么其他想法来结束战争吗？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务实派还有挣扎之力，强硬派没能大权独揽，和务实派两相对立。但是这种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失去关键的协调力量，2种派系在做决策时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扯皮之中，进而拉低整个政府的工作效率。这在战时绝对是致命的问题。更要命的是，这种内部权力失衡带来的影响还不只体现在决策上，它直接把伊朗推向了另一个困境，对外彻底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通道。
作为曾经的首席核谈判代表以及主导伊核协议达成的关键人物，拉里贾尼的个人权威和沟通渠道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与伊朗保持接触的重要桥梁。他在其他国家眼里，尤其是在外交圈子里，一直是个能说得上话的人。现在这个人没了，想要再找到一位能协调伊朗内部各派别，并且有足够分量代表伊朗做出承诺的对话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失去外交窗口之后，未来的伊核问题要解决，会面临一个更艰难的外部环境。所以现在的伊朗就是一个死循环，内部强硬派越打越占上风，外部能和谈的窗口又被一步步焊死，两派平衡被打破，连个能跟外界喊话的人都找不到了。这个政权不会立即垮掉，但是会朝着一个更封闭、更不可预测的方向滑落。其实回过头来看，拉里贾尼这一死还暴露出一个更扎心的问题：伊朗对这帮核心人物的保护到底是怎么回事？从2月28日到现在，从哈梅内伊到拉里贾尼，这些核心人物接二连三身亡，我们很难说这是运气问题。如果说一次是偶然，那接二连三的精准打击就只能说明一件事：伊朗的防护网早就被渗透成筛子了。我们来看拉里贾尼这次遇袭的细节。根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这次行动可不是临时起意。哈梅内伊身亡后，以色列就盯上了拉里贾尼，对他展开了长时间跟踪，完全掌握了他的日常活动路线、居住地点和出行规律。而拉里贾尼近期的行踪也为以色列提供了便利。和一直隐身的莫杰塔巴不同，为了稳定民心，也为了彰显政权的韧性，拉里贾尼这段时间格外高调，他的频繁露面直接为对手提供了定位线索。更致命的是，这次袭击的情报来源不仅是摩萨德，还已经渗透到了伊朗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色列官员透露，这次袭击得益于德黑兰居民在过去24小时内提供的情报，这意味着连普通居民都成了以色列的眼睛。其实，伊朗反情报渗透能力的脆弱，早在哈梅内伊身亡时就有迹可循。2月28日，哈梅内伊的会议是临时安排的，只有极少数高层知道细节。结果梅伊那边愣是能临时调整行动，精准命中。当时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就直接说了，美方的情报系统和追踪技术起了关键作用，光靠卫星和监听根本做不到这种程度，大概率是内部有人递了消息。随后，伊朗开始疯狂抓内鬼，一下子抓了30名为梅伊工作的间谍，其中还包括1名外国公民。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也通报，有10名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落网。但是更离谱的是，据伊朗前总统内贾德透露，伊朗专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想彻底查清内部渗透。结果查来查去，发现这个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自己就是以色列安插的间谍，他手下还有至少20名双重间谍。轰轰烈烈的抓完间谍，国内总能干净一些了吧？但是拉迪贾尼的死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伊朗真的能将国内打扫干净吗？现在的问题很明显，按照伊朗国内现在这种状态，就算提前安排再多替补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面临的根本不是缺人的问题，只要核心的安全漏洞还在，只要情报系统还像筛子一样到处漏风，来一个替补，对手就多打一个目标。你补再多的人上去，也只是给对方的清单上多几个名字而已。同样，对于梅伊来说，难道他们不知道伊朗有替补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伊朗的政权底子到底有多厚吗？他们当然知道，正是因为他们很清楚伊朗的底细，现在的行为才说明了一个问题：梅伊的战略目标可能已经悄悄转向了。2月28日，特朗普在宣布对伊朗开战的时候，呼吁伊朗国内人民说等美国打完了就接管你们的政府。这说明战争初期，梅伊确实动过那个念头，通过斩首行动打掉核心层，制造权力真空，然后从内部促使伊朗政权更迭。但是打了10几天之后，梅伊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伊朗政权韧性远超预期，新最高领袖迅速产生，国家机器照常运转，反击一波接着一波。美国情报部门也做了评估，结论就是目前的伊朗政权很可能会继续掌权，虽然遭到削弱，但会更加强硬，而大权在握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施加更多控制。既然这样，那就要换个思路了。这次针对拉里贾尼的行动似乎就透露了一个信号，拉里贾尼这种务实派一死，接替他的只会是更强硬的人，伊斯兰革命卫队会进一步掌权，他们会提出梅伊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从而继续战争。梅伊或许是要把伊朗往另一个方向推，就是让伊朗彻底走向极端。一个由纯粹的强硬派主导，没有对外沟通渠道，决策越来越激进的伊朗，虽然更危险，但也更短视。让我们想想，当伊朗的权力彻底落入强硬派手里，他们会干什么？他们会喊着复仇，会继续抵抗，然后把国家资源全砸进导弹和无人机里，会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到那时候，根本不用梅伊来推，伊朗内部就会起来推翻这个政权。天欲使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当伊朗内部再也没有人能踩刹车，这个政权离自己把自己带进沟里也就不远了。所以拉里贾尼的死不会是终点，只会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伊朗的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